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个特别重要的识人智慧。你在这个世界上行走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你有多大本事，而是你能不能遇到真正值得交往的人。我常说，人这一辈子遇到3-5个贵人就够了。但问题是，你怎么知道谁是贵人，谁是小人？这里面可有大学问。老祖宗早就把这些智慧藏在了相学里头。你别以为看相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观察总结出来的规律。一个人的脸上藏着他的过去，也藏着他的未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人的脸上天生就带着菩萨的标记，这样的人你遇到了，千万要抓牢，因为他们能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帮助，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。那么这3个菩萨标记到底是什么？我今天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，要看他的精气神，要看他的言行举止。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，他的脸上一定会有这3个特征。第一个标记就是眼神清澈，目光温和。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，就会发现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他的眼神一定是清澈的。什么叫清澈？就是你看他的眼睛，不会觉得浑浊，不会觉得矫情，更不会觉得阴冷。古人讲眼为心之窗，这句话太有道理了。一个人的心思是什么样的，他的眼睛会告诉你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从前有个商人做生意做得很大，有一天来了2个人要跟他合作。第一个人西装革履，说话滔滔不绝，许诺给他很大的利润。第二个人衣着朴素，话不多，但眼神特别诚恳。这个商人是个聪明人，他就仔细看这2个人的眼睛。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眼神飘忽不定，一会儿看这里，一会儿看那里。第二个人呢，跟你说话的时候，眼睛始终看着你，那种眼神让人感觉很踏实。最后这个商人选择了第2个人合作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第一个人后来出事了，是个骗子。第2个人呢，跟他合作了10几年，2个人都发了财。你看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一个人如果心里藏着鬼，他的眼神一定不正。反过来，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的眼睛里一定有光。这种光不是狡猾的光，而是一种温暖的光，是一种让人看着就舒服的光。道德经里说不出户，知天下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很多事情你从细节就能看出来。那么为什么说眼神清澈的人带着菩萨标记呢？因为菩萨慈悲，眼里装着众生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。他不会整天盯着别人的过错，不会总想着算计别人。他的眼里有包容，有理解，有温暖。这样的人，他的能量场是向上的，是正的。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自己也会变得心平气和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善良，就看他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时候，眼神是什么样的。有些人对有用的人满脸堆笑，眼神温柔得不得了，但对服务员，对清洁工，对那些在他看来没用的人，眼神就完全变了，变得冷漠，变得不屑。这种人你再怎么跟他交往都要小心，因为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你，他心里只有利益，没有真情。真正眼神清澈的人，他对谁都是一样的，他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而改变眼神。这种人，他的内心是稳定的，是安静的。佛家讲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一个人的眼睛连着他的心，心干净了，眼睛自然就干净。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深交？第二个标记是面带微笑，却不轻浮。我常常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有两种笑，一种笑是真心的笑，一种笑是皮笑肉不笑。真心的笑，你看着就舒服；皮笑肉不笑，你看着就别扭。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，他脸上一定常带微笑，但这个笑容不是谄媚的笑，不是假装的笑，而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平和。你想想，什么样的人才会常常微笑？一定是心里没有太多阴暗念头的人。如果一个人整天愁眉苦脸，不是说他运气不好，而是他的心态出了问题。老祖宗讲相由心生，这句话太精辟了。你心里装着怨恨，脸上就写着苦闷；你心里装着喜乐，脸上就挂着笑容。这不是装出来的，是自然流露的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个禅师，他的庙在山上。有一天下山去化缘，遇到两个人，一个人满脸横肉，走路都虎虎生风，看着就凶。另一个人呢，虽然衣衫褴褛，但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。禅师就跟第二个人聊了起来，一聊才知道这个人家里遭了灾，现在是要去投奔亲戚。禅师很奇怪，就问他，你都这么难了，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那个人说，师父，我虽然失去了房子，但我还有手有脚，还有家人都平安，这不就是最大的福气吗？禅师听了，立刻就明白了。他回去之后，就跟弟子们说，今天我遇到了一个菩萨。弟子们很惊讶，说，师父，菩萨在哪里？禅师说，就是那个穷人。他虽然一无所有，但他懂得知足，懂得感恩，这样的人不是菩萨是什么？后来这个人的事传开了，很多人都去帮他，没几年他就又富裕起来了。你说这是不是福报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道理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因为外在的困境而失去内心的平静。他的笑容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，而是建立在精神富足上的。这种人，他的能量是稳定的，是积极的。你跟他在一起，自己也会变得乐观起来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笑容要真诚，不能轻浮。什么叫轻浮？就是见谁都傻笑，没有分寸，没有底线。这种人不是善良，是愚蠢。真正的笑容是恰到好处的，该严肃的时候严肃，该温和的时候温和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养。易经里讲中庸之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凡事都要有个度，笑容也是一样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身边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？他们待人接物总是面带微笑，让人如沐春风。但他们的笑容不是讨好，不是谄媚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从容。这种从容来自于他们内心的强大，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磁场是正向的，是吸引人的。你跟这样的人做朋友，你的人生也会顺遂很多。我再跟你说一个更深的道理，一个人的笑容其实就是他内心能量的外显。你心里装着阳光，脸上就有笑容；你心里装着阴暗，脸上就是阴沉的。所以古人看相特别重视一个人的表情，表情是装不出来的。时间久了，你内心是什么样，脸上就是什么样。
你想想，一个整天算计别人的人，他能笑得出来吗？就算笑，也是奸笑。而一个心地纯良的人，他的笑容一定是真诚的，是让人舒服的。第三个标记是额头开阔，印堂饱满。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懂，我来详细给你讲讲。古人看相特别重视天庭，也就是额头这个部位。为什么？因为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智慧，代表一个人的格局，也代表一个人的运势。一个额头开阔的人，说明他的思维是开放的，他的心胸是宽广的。你观察那些成大事的人，额头一定都不小，不是说额头大就一定有出息，而是说额头的形态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一个整天愁眉紧锁的人，他的额头一定是紧绷的；一个心胸开阔的人，他的额头一定是舒展的。印堂呢，就是两眉之间的部位。古人说印堂发亮，鸿运当头，这不是迷信，是有道理的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个企业家，他白手起家，现在身家几十亿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被他的气质吸引了。这个人额头特别开阔，印堂特别舒展，整个人看起来就特别有精神。后来跟他深入接触，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。他做生意从来不跟别人争一时的利益，别人跟他竞争，他也不慌不忙，反而会想办法合作共赢。有一次，他的一个竞争对手遇到了困难，资金链快断了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趁机打压对手，结果他反而主动伸出援手，帮对方渡过难关。别人都说他傻，他只是笑笑。几年之后，这个当年的竞争对手成了他最好的合作伙伴，他们一起开拓市场，双方都赚了大钱。你看，这就是格局。一个额头开阔的人，他的思维不会局限在眼前的蝇头小利上，他看得远，想得深，所以他做的决定往往是对的。道德经里说，大道至简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，不是复杂的算计，而是简单的善良。你心胸开阔了，格局大了，路自然就宽了。那么印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印堂这个位置在中医里叫命门，一个人的精气神都从这里散发出来。你看那些精神萎靡的人，印堂一定是晦暗的，而那些精神饱满的人，印堂一定是明亮的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。你心情好，血液循环就好，面色就好；你心情不好，整个人就萎靡不振。我常常跟人说，你要想知道自己最近运势怎么样，照照镜子就行了。你看看自己的印堂是明亮的还是晦暗的。如果是明亮的，说明你最近状态不错；如果是晦暗的，说明你该调整调整了。这个调整不是去找什么大师算命，而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你心态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额头开阔，印堂饱满的人，为什么说带着菩萨标记？因为这样的人，他的心是打开的。菩萨心肠说的就是心胸宽广，能容天下事。你想想，一个心眼小的人，额头能开阔吗？不可能的。他整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眉头都拧成疙瘩了，额头怎么可能舒展？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跟人计较，不跟自己较劲，所以他的额头是舒展的，印堂是明亮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观察的技巧，你看一个人的时候，不要只看他现在的样子，
要看他的气色。什么叫气色？就是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有的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气色特别好，你看着就舒服。有的人虽然五官端正，但气色很差，你看着就不舒服。这个气色就是一个人内在能量的外显。额头开阔、印堂饱满的人，他的气色一定不会差，因为他的能量是流动的，是舒展的。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感觉很放松、很自在，他不会给你压力，不会让你紧张，这就是高手的境界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他让你感觉不到他的厉害，但你就是愿意亲近他，就是信任他。讲到这里，我要把这3个标记综合起来给你说说。为什么说有这3个标记的人，你遇到了要抓牢？因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贵人。什么是贵人？不是能给你钱的人，不是能给你权的人，而是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。一个眼神清澈的人，他能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不会变得尖酸刻薄，不会变得冷漠无情，你会保持内心的纯净。一个面带微笑的人，他能把正能量传递给你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不会整天愁眉苦脸，你会变得乐观积极。一个额头开阔、印堂饱满的人，他能打开你的格局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不会斤斤计较，你会看到更大的世界。这3种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能量场是正向的。什么叫能量场？就是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。有的人身上的气息是负面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就会变得消极。有的人身上的气息是正面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就会变得积极。这不是迷信，是科学。现代心理学早就证明了，人的情绪是会互相感染的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假如你今天心情很好，然后你遇到一个整天抱怨的人，他见到你就开始诉苦，说工作多么不顺，说老板多么不公平，说同事多么难相处。你听着听着，本来挺好的心情，是不是就变差了？这就是负能量的感染。反过来，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遇到一个特别阳光的人，他跟你聊天，给你讲一些积极的事情，给你一些建设性的建议，你听着听着，心情是不是就变好了？这就是正能量的传递。所以我常说，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比选择做什么更重要。你跟负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被拖下水；你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被带上去。这是铁律，谁也逃不掉。佛家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；儒家讲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这3个标记我怎么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因为现在有些人很会伪装，表面上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实际上心里不知道打着什么算盘。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就是看他的一致性。什么叫一致性？就是他的眼神、笑容、气色是不是协调统一的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他的眼神清澈，笑容真诚，气色饱满，这3样是统一的。而一个伪装的人，他可能能控制住笑容，但他控制不了眼神。眼神是最骗不了人的。还有，你看他对待不同人的态度，如果他对有权有势的人是一个态度，对普通人又是另一个态度，那他一定是个伪君子。真正的君子，他对谁都是一样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识人的秘诀，就是看他在利益面前的选择。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在利益面前，他会坚守自己的原则。
他不会为了利益就放弃底线，而一个伪装的人在利益面前立刻就原形毕露了。所以古人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句话太有智慧了。真正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需要通过一些事情来检验的。但是有些人你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好人，这就是气场。真正善良的人，他的气场是干净的，是透明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就感觉特别舒服，特别安心。而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他的气场是浑浊的，是压抑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老祖宗会把这些特征称为菩萨标记。这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内涵。在佛教里，菩萨代表的是慈悲和智慧。什么是慈悲？就是无条件的善良，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。什么是智慧？就是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，是不被表象迷惑的定力。一个眼神清澈的人，他有慈悲心，因为他不会用阴暗的眼光看待别人，他愿意看到别人好的一面。一个面带微笑的人，他有欢喜心，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的苦难和烦恼强加给别人，他愿意把快乐分享给别人。一个额头开阔的人，他有智慧心，因为他不会被眼前的得失蒙蔽，他能看到更长远的未来。这三样加在一起，不就是菩萨的特征吗？所以说，这样的人是带着菩萨加持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你遇到他们不是偶然，是缘分。佛家讲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能遇到这样的人，说明你自己也是有福报的。因为同频才能相吸，你自己不是善良的人，你怎么可能吸引到善良的人？我常常跟人说，你想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先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。你想遇到贵人，你自己先要成为一个值得别人帮助的人。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你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你给别人温暖，别人也会给你温暖。你给别人冷漠，别人也会给你冷漠。这就是因果，这就是规律。那么遇到了有这三个标记的人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我告诉你4个字：珍惜、学习。珍惜就是要好好对待他，不要以为这样的人到处都是。其实真正善良有智慧的人是很少的，你遇到了就像得到了宝贝，一定要珍惜。怎么珍惜？就是真心对待他，不要玩心眼，不要耍手段，真心才能换来真心，这是永恒的道理。学习就是要向他学习，你看他为人处事的方式，看他面对困难的态度，看他解决问题的智慧，这些都是值得你学习的。一个聪明的人，他善于从别人身上学习优点；一个愚蠢的人，他只会看到别人的缺点。你想想，你是要做聪明人还是愚蠢人？我再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有这3个标记的人，他们自己也在选择朋友。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他们，就一定能成为朋友。如果你自己心术不正，言行不一，他们是不会跟你深交的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们看人很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在他们面前装不了多久。所以你要想跟他们成为朋友，首先要提升自己。提升自己不是说你要变得多有钱多有地位，而是要提升你的品德，提升你的修养。你要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眼神清澈的人，一个面带微笑的人，一个心胸开阔的人。当你自己变好了，
你自然就能吸引到更好的人。这是宇宙的法则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给你讲一个自己的经历。很多年前，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，他就是有着我说的这3个标记：眼神特别清澈，笑容特别真诚，气质特别好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，一定要好好跟他学习。于是我就主动跟他交往，经常向他请教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我也只是礼貌性的回应，因为他不了解我，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但我没有放弃，继续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。渐渐的，他发现我确实是真心想学习，真心想做个好人，态度就变了。他开始主动跟我分享他的经验，给我很多建议。这个人后来成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之一。他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帮我避免了很多弯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对我影响太大了。直到现在，我还经常想起他说过的话，还在按照他教我的方式做事。所以我说，遇到这样的人，真的要抓牢。不是说你要利用他们，而是要珍惜这份缘分，好好向他们学习。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真正的导师，是非常幸运的事情。大部分人一辈子都遇不到，你遇到了还不抓紧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3个菩萨标记？这不是天生的，是修来的。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性而改变的。你看那些做了很多坏事的人，年纪大了之后，脸上都是凶相；而那些一辈子行善积德的人，年纪大了之后，脸上都是慈祥的。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。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时间久了，你的相就是什么样的。一个整天算计别人的人，他的眼神能清澈吗？不可能的。他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狡诈和阴险。一个整天怨天尤人的人，他能面带微笑吗？也不可能。他的脸上一定写满了苦闷和不满。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他的额头能开阔吗？也不可能。他的眉头一定是紧锁的。所以说，这3个标记其实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体现。你想拥有这3个标记，就要从内在开始修炼。怎么修炼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不要总想着算计别人，不要总想着占便宜，吃点亏没关系，上点当也没关系。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，老天自然会眷顾你。第二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不要总是抱怨，不要总是不满足。你想想，这个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还能吃饱饭，还能穿暖衣，还能住房子，这不就是福气吗？学会感恩，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，你的脸色就会好起来。第三，要有一颗开阔的心，不要跟人斤斤计较，不要为了小事生气。你的格局大了，很多事情就不算事了。你想想，10年之后，你现在烦恼的这些事还算事吗？既然不算事，那现在何必烦恼？把心放宽了，路自然就宽了。这3点做到了，你慢慢的就会发现，你的眼神清澈了，你的笑容真诚了，你的气色好了。这不是装出来的，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自己也变成了有菩萨标记的人。而当你变成这样的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身边也聚集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人。这就是同频相吸的道理。易经里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什么样的人
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你是善良的人，你就会吸引善良的人；你是阴险的人，你就会吸引阴险的人。这是规律，谁也逃不掉。所以说，你想改变自己的人生，先要改变自己的内心。内心变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我还要特别提醒你一点，就是不要用这3个标记去刻意评判别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，都有自己的修行。有些人暂时没有这3个标记，不代表他就是坏人。可能他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可能他还在成长的过程中。我们要做的是用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别人，而不是用一个标准去评判别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要用这3个标记来要求自己。你不要管别人是不是有这3个标记，你要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这3个标记？我的眼神清澈吗？我的笑容真诚吗？我的心胸开阔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要努力去修炼；如果有，那就要继续保持修行。这个事情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了，明天就可以松懈了。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眼神清澈，笑容灿烂，气色很好，但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整个人就变了，眼神变得浑浊了，笑容变得虚假了，气色变得晦暗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在红尘中迷失了自己，他们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被欲望吞噬了良心，被烦恼压垮了精神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遇到一个有菩萨标记的人。这样的人可以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，可以重新点燃他们对生活的希望，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所以我说，有这3个标记的人，不仅是你的贵人，更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个朋友，他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很多债。那段时间，他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每天愁眉苦脸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他觉得自己完了，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。就在他最低谷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说的那种有菩萨标记的人，眼神特别清澈，笑容特别温暖，整个人的气场特别正。这个人没有给我朋友钱，也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帮助，他只是经常找我朋友聊天，给他讲一些积极向上的话，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故事。刚开始我朋友还不以为然，觉得这些都是鸡汤，没什么用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他发现自己的心态真的在慢慢改变。他不再那么绝望了，不再那么消极了，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，开始重新规划未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眼神又清澈起来了，脸上又有了笑容。后来我朋友东山再起，不仅还清了债务，生意还做得更好了。他跟我说，那个人是他生命中的贵人，如果没有那个人，他可能早就放弃了，甚至可能做出什么傻事。这就是有菩萨标记的人的力量，他们不需要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帮助，光是他们的存在，他们的言行就能给你巨大的精神力量。所以你看，这3个标记真的不是简单的外在特征，而是一个人内在能量的体现。这种能量是可以传递的，是可以感染的。你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你自己也会变得有正能量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道理。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，人的情绪状态会通过镜像神经元传递给别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笑的时候，你的大脑里也会产生笑的信号，你也会不由自主的想笑。反过来，当你看到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时候，
你的心情也会变差。这就是为什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，你的感觉会完全不同。那些有菩萨标记的人，他们散发出来的就是这种正向的能量，这种能量会影响你的情绪，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会影响你的行为。时间长了，你整个人都会发生改变。这就是古人说的近朱者赤的科学解释。我再给你讲一个更深层的道理。为什么老祖宗特别强调要跟有修养的人交往？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身边的人。你身边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不是说你会刻意去模仿他们，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你就被影响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身边都是爱抱怨的人，整天跟你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你是不是也会变得爱抱怨？如果你身边都是爱算计的人，整天跟你讲怎么占便宜怎么钻空子，你是不是也会变得精于算计？反过来，如果你身边都是积极向上的人，都是善良真诚的人，你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好？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。所以古人讲孟母三迁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3次搬家？就是为了给孟子找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因为他知道环境会塑造一个人，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说，遇到有这3个菩萨标记的人，真的要抓牢。不是说你要依赖他们，而是要珍惜这个机会，让自己在他们的影响下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这才是真正的成长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3个标记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一个人的眼神、笑容、气色是会随着他的心境而变化的。你今天状态好，这3个标记就明显；你今天状态不好，这3个标记就会暗淡。所以说，要保持这3个标记，需要持续的修炼。怎么修炼？我告诉你几个方法。第一个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对着镜子笑一笑，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这是在训练你的肌肉记忆。你笑得多了，笑容就会变成你的习惯。第二个，每天睡觉之前想3件让你感恩的事，可以是很小的事，比如今天天气很好，比如吃了一顿美味的饭，这是在训练你的感恩心。第3个，每天抽出10分钟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安静地坐着。现代人太浮躁了，整天被各种信息轰炸，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，让心沉淀下来。心静了，眼神自然就清澈了。第4个，多做善事，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善，比如给乞丐一点钱，比如帮老人提东西，比如对服务员说声谢谢。这些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能坚持做，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在改变。你的眼神会越来越清澈，你的笑容会越来越真诚，你的气色会越来越好。而当你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吸引来的也都是这样的人。这就是宇宙的法则，这就是因果的循环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不要把这3个标记当成一个选人的标准，当成一个评判的工具。这3个标记更应该是你修行的方向，是你努力的目标。你不要总想着去找有这些标记的人，你要想着怎么让自己成为有这些标记的人。因为这个世界是镜像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你想遇到贵人，
你自己先要成为别人的贵人。你想遇到善良的人，你自己先要成为善良的人，这是永恒的真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见过太多人整天抱怨自己遇不到好人，遇不到贵人，但是你问问他，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？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值得别人帮助的人？往往答案是否定的。他们自己自私自利，斤斤计较，然后还怪别人不帮他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老祖宗有句话叫求人不如求己。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先要改变自己。你自己变好了，好的人自然就来了。你自己不变，就算把贵人送到你面前，你也抓不住，因为你自己没有那个承载福报的能力。这就像一个容器，你的容器很小，就算给你倒再多的水，也装不下。你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容器做大。怎么做大？就是提升自己的修养，提升自己的品德，提升自己的格局。当你的容器足够大的时候，福报自然就来了。我再给你讲一个古人的故事。有一个秀才读了很多书，很有才华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考上功名，生活很贫困。他就去找一个得道高僧，问高僧，我这么有才华，为什么老天不给我机会？高僧笑了笑说，不是老天不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的德行配不上你的才华。秀才很不服气，说，我哪里德行不够了？高僧说，你自己回去想想，你对待父母是什么态度？你对待邻居是什么态度？你对待那些比你穷的人是什么态度？秀才一想，脸就红了，因为他虽然有才华，但是很傲慢，看不起穷人，对父母也不够孝顺。后来秀才按照高僧的话，开始改变自己，他变得谦虚了，变得孝顺了，变得善良了。神奇的是，第2年他就考上了进士，后来还做了大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德行比才华更重要。你才华再高，德行不够也走不远。你德行够了，才华就能发挥出来。所以你看，这3个菩萨标记本质上讲的就是德行，眼神清澈，代表你心地纯良；面带微笑，代表你心态积极；额头开阔，代表你心胸宽广。这些都是德行的体现。你有了这些德行，你的命运自然就会改变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这些都是虚的，不实用。我告诉你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最实用的。你看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德才兼备？哪一个不是人品过硬？那些靠耍手段发财的人，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。道德经里说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老天是公平的，他不偏向任何人，但是他会眷顾善良的人。你是善良的人，老天自然会给你机会。你不是善良的人，就算给你机会，你也把握不住。所以我劝你，不要把心思花在怎么算计别人上，不要把精力放在怎么走捷径上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把自己修炼好了，一切自然就顺了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最深刻的体会。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老祖宗识人智慧，脸上藏着这3个菩萨标记的人，遇到了千万抓牢。现在你知道这3个标记是什么了吧？第一个是眼神清澈，第2个是面带微笑，第3个是额头开阔，印堂饱满。这3个标记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体现。有这3个标记的人，他们的能量场是正向的，他们的磁场是干净的，
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会变得更好。所以遇到了，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学习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让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。只有你自己变好了，你才能真正抓住这些贵人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提升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你的相貌、你的气质、你的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就要做什么样的人。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道理。愿各位都能修炼出这3个菩萨标记，都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当你自己成为了光，你就不会害怕黑暗。当你自己成为了福星，你就不用到处求人。记住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修心才是根本。从今天开始，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眼神是不是清澈，笑容是不是真诚，气色是不是饱满。如果不是，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。改变不是1天2天的事，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但只要你坚持，你一定能看到改变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不要为过去懊悔，不要为未来担忧，把握好当下，做好当下的自己。当你的心安静了，当你的念头纯净了，当你的行为端正了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。修好这颗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祝你早日修成正果，早日遇到属于你的贵人，也早日成为别人的贵人。记住，这3个菩萨标记不是用来找别人的，是用来要求自己的。当你自己有了这3个标记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